1970年至1990年，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经济进入了腾飞的阶段。与此同时，民众渴望看到更优质、更多样化的电视剧。各种类型题材的剧集犹如雨后春笋。作为流行文化产业的代表，新加坡电视剧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电视剧来说，它是一个文化产业，所以香港前辈们只是帮我们开了个头，来教导我们在技术上如何制作本地戏剧，如何写剧本。他们某个程度上，他们对新加坡的认识也不是太深。任何国家，它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如果它要做得成功，它一定是能够抓到自己的根，因为它是文化产业。本地电视人通过借鉴学习，加以创新，创作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电视剧，创下多个收视奇迹。许多影视明星也因此家喻户晓，发光发亮。其实我记得当年我们新加坡电视剧有蛮多在中国很受欢迎的，人在旅途啊、调色板啊、天涯同命鸟啊。我记得当年我去上海，我还看到那个很多那个美法院啊，还放袁美头，袁美就是陈丽萍演出的角色，她的头发这样的。总之，我没叫你停，你就别停啊。1984年至1993年，新加坡向中国输出了20多部电视剧，累计超过800集。香港人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啊，梁立仁啊、江龙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啊，我们抱着一股希望，新加坡的电视剧能够从这个时候开始走出海外。那事实上我们也是做到了一小段的日子了，我们的戏那个时候有卖到中国去。华语背景相通的文化渊源，使得中国观众不由自主地对新加坡电视剧产生好感，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一种正面的文化现象。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雾锁南洋，到现在我还能够多少记得一点。我来哼一下：雾气在南方，雾落在南方。朝阳可成长心口，过去的记忆，你是否已经遗忘？祖先的琉璃1980年，新加坡广播局成立，同期港台电视剧制作飞速发展，趋于成熟，在新加坡等地影响力非凡。为了制作更高水准的电视剧，新广从香港邀请了众多影剧制作精英前来助阵，一种新的电视剧生产模式就此诞生。当年1983年、82年，第一批人来新加坡发展我们还要说现在这样去新加坡新加坡对我来说个遥远的地方。然后83年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很好朋友的剪接师又来了，编剧们又来，也是我的好朋友每个都Michael 我走了，去新加坡了。新加坡一个什么地方呢？胡鹤义就是在这个时期从香港来到新加坡，我就来到新加坡，就见到我的旧老板梁立仁，他就给我看看一些新加坡所拍的戏，那个叫《雾锁南洋》第一系列，我就看到哇，拍戏是这样拍的，电视剧几百人，船那个临时演员很多，我说这个是电影来的，他说我们现在拍电视就是这样的，那我也要拍。那个时候新加坡给你的资源，给你的一个是很多。作为一个电视人或者电影人的话，我要这样拍戏，我要这样的工作环境，所以我就说，我来可以吗？来，这样了，所以我就来到了。胡鹤义导演的电视剧大获成功，人在旅途获得良好的口碑，自此之后佳作不断。香港人
他们虽然是讲粤语，但是他们的技术比我们先进的多了。我们那时候看到的电影都是从香港来的，没有几部是从台湾来的。但是我们香港的电影是不停的，一部又一部，一部又一部的来，所以他们的技术肯定是比其他国家的先进了，所以我们才要采纳他们的制度咯，采纳他们的人才咯。马大兄，你还认识我吗？你贵姓啊？对不起，我忘了。天在妓院啊，你还叫你个妓女，7点半等你。你滚开去坐下！他明明有的嘛！笑什么啊？笑什么？新加坡很多人不懂广东话，语言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跟香港人沟通的一个障碍。但是我就学会看脸色，如果他们在骂我的时候，赶快坐下来，就乖乖的。拍摄的时候就是等于香港导演一过来，他们都华语不好，他跟你讲广东话，有时候你真的听不懂。就比如说他跟你讲开枪啦，就是跟你讲开枪，你会说啊，你叫我开枪？他说不是叫你开枪讲开枪呢，所以你完全不懂。那时候我的广东话也不好，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我会跟导演讲，导演拍邊一場戲啊，他们就笑了。其实是应该讲拍邊一場戲，但是那时候我们也不会，所以是一种闹得很好笑的无聊笑话。每一次我们看到香港导演，他们的 Good Morning 啊，就是叉叉叉的那种 Good Morning 啊，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些演员，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说话方式，甚至有一个演员还跟导演他一点起冲突，就因为他讲了叉叉叉，但是他没有恶意的，他是大家感觉你为什么骂我？所以有一点冲突，但是慢慢磨合之后呢，我们跟香港的制作人啊、导演啊、朋友们都相处得非常的愉快。And then 我们也了解到他们的工作态度、他们的心态，就是为了求好，就比较着急，然后要求好。然后他们很着急，所以讲话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带一些他们的叫口头禅吧。对。所以我们有些人觉得不尊重是一个可能是粗话，可是原来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生活日常生活里面，对我慢慢了解了就比较好一点。好像有一个导演麦歌舞，麦歌舞啊，玉清，新加坡朋友很熟悉的，他是小飞鱼。玉清当初我第一部戏《吴家游子》，他有其中的部分，玉清跟我最大的一个联系就是盆。以前刚刚过来，他拍我的时候啊，他讲什么嘞？哎呀，我要嘔血啦，拿个桶来啦，给我吐血啊！以前我拍他1984年拍他的时候，我就玉清来，干嘛？你拿个盆给我了，干嘛？我吐血啊！我看到你演戏了，那个他很生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呢，我刚拍完他一见到我，我要不要买盆给你的导演？但是这个盆对我们的这个笑话，然后来看导演，哇，你这样拍法，哎呀，我都要吐血了，到反呛我的。1985年12月16日，30集电视剧《咖啡屋》一经播出，成为新加坡第一部破100万收视率的电视剧。这部剧讲述草根生活，深入民心，描写了在大家熟悉的咖啡店里发生的故事。同样在1985年播出的《亚达子》也深受欢迎。这部电视剧以德光岛的变迁为背景，讲述了岛民们迁居新加坡本岛以后，生活被改变了。德光岛的年轻人在本岛发愤图强的故事。此剧全程在德光岛拍摄，并且留下了岛上难得的美好风光。1985年到1989年间，热门电视剧不断涌现，有描写都市生活的《人在旅途》、调色板、变迁、军人题材的空军、科幻题材的飞越银河、警匪类型的铁警雄风、
历史年代剧《铁蝴蝶》、天涯同命鸟、红头巾等等，都深受追剧观众的喜爱。1986年5月，电视连续剧《红头巾》播出，红极一时。那红头巾刚刚好是说建筑工地，当年南来的时候，就是中国那个时代生活不下去了，所以呢有很多男的就下来做苦力啊，做什么的，女的呢就在地盘工作。那有一个山水，一个中国的一个乡村叫山水，所以呢红头巾我们英文名就叫山水女性 ，Sam Sui Woman。舍得吃猪肉。是啊，我们的钱要省下来寄回唐山去的。唉，不知道家里的人怎样。1915年，中国广东三江泛滥，天灾弄人，三水人大量逃往海外讨生活，许多人下南洋来到新加坡。红头巾指的是从广东、西江、北江、绥江三江交汇处的三水来到南洋做建筑工人的女性，她们以包着红头巾为标志。他来的就是在工地，他绑的红头巾，他在工地上的一种打工的辛苦啊，姐妹之间住在一起的那种互相关怀啊，他们的日常哇，他们很省钱啊，就主要都想存点钱或者寄回乡下里面啊这样的，所以他们是在那个时候是一群很伟大的女性也能想起以前的事，那是最好了。我83年进来，84年签约，就到85年的时候在续约的时候。就说哎，你没有什么表现，他说给你续多1年，续多1年，如果你还是没有表现的话，就这个合约就完了。那个时候我心里想啊，好了，多1年，多1年完了我就离开公司，就离开这个行业。徐志耀在那个时候呢，就遇到了伯乐，就是那时候的监制，他们就那时候要选一个阿贵跟阿秀这红头巾的角色，他们选了阿贵，就是曾慧芬。然后他们就想阿秀，他们说不如找一个新人来演，那时候他们就选了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那个角色这么重的，我看了那个角色之后，我就发觉到哇，这角色很重。庄老板，您说这件事该怎么办呢？爸妈早。爸爸妈妈早。而且是从一个18岁演到80岁，中间有单造型，我就差不多整10个造型。因为每一个阶层不一样，我倒要看。所以那个时候我看了剧本时，我说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这一次机会我没有把握的话，我永远离开这个行业了。所以我很努力了，我真的很努力去把这个角色演好。你尽管忙。红头巾一句不仅展现了时代的风采，也将劳动女性的坚韧不拔的耐力、无惧风雨的精神充分地颂扬。此剧最动人之处，是在艰辛的岁月里，女性依旧对生活充满希望，对爱情抱有憧憬。播出之后，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洪慧芳在拍摄《红头巾》的过程中，虽经历种种磨砺，却也迎来了她演艺生涯的第1个高峰。逼我嫁人呢？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戏还算是蛮苦的，而且很多通宵戏。通宵戏，然后就有很多一些跳下水啊。那个时候，尤其是在我们每次都会在新加坡河那边拍，那时候的新加坡河没有现在那么干净的，里面有蛇啦，有腐尸的狗啦那些，虽然肮脏，但是我们还是这样很敬业。我不懂那个演员是很拼的，就是叫下水咯，然后弄那个水来做雨水啊，这些很臭的。我们每天都是全身都很臭的，因为都是工地嘛，还有工地都烂泥啊，这些地方，因为它要有那种感觉，所以那个地都会变成是烂泥，他们喷水喷的烂泥、红泥，所以你全身都是红泥啊这些东西。从当年真的是
好像慧芬、慧芳，他们拍《红头巾》的时候是几天几夜连续的，不像我们现在是有时间排好好。以前是哇，到了白天7点开始出发，到晚上睡了2个钟头，第二天又是这样出发的，所以挨了十多天这样的日子的，每一个都是这样。我就记得好像拍戏的时候，真的是大家都是分工合作、同甘共苦这样。一个 team， 你们虽然是你们是拍的，这边是演出的，但是有时候不够人手，你们都要下来这样。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的外景不是用 tape 的，不是用我们现在这样的，我们是用 film 来拍的，所以每一个镜头都会抓得很紧的，不可以 NG 很多次的。每次我还记得那些cameraman 说，几个呆了呀，以后自己带你的片袋子来啊，整天 NG， 所以我们都很背得很熟的，所以没有 NG， 很少 NG 的那个时候。洪慧芳很努力，从第1部我忘记什么是人在旅途还是什么，她演一个2场戏，一个 model 等出来，就我觉得慧芳 OK 不错。那后来她红头巾，我拍的也是，她跟曾慧芬的那种化学作用啊，就把红头巾也是一个当年也是个这里很红的一部电视剧来的，所以她表现得很好。她是一个很乐观、很开朗的一个导演，这么多导演里面，我最喜欢他的，我跟他也最有缘分的。他刚好那时候他住在我家楼下，我们就会喝酒聊天哦，就会谈一些戏剧的东西。我其实跟他拍《红头巾》之外，他也没有给很大的压力，其他导演给我蛮大的压力。他是很轻松的，他很 relax 的，他拍戏很 relax 的。哎呀，来开口 ，OK，NG 咯，不要紧咯，他就很 relax 这个导演。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4个演员要开通宵，但是已经拍了几天，很累了，所以我们大家累，就一人拿一张纸皮放在地上，让全部人睡觉。睡醒，他说灯光打好了，凯文说可以了吗？可以了，就位，他就起来就打脸。他说 OK， 你们全部起来 ，OK， 你打他脸，他打我的脸，全部打脸，醒，全部醒，这样 OK 就拍戏，就是有他在，我觉得气氛很轻松了，我很喜欢跟他拍戏的。到洪慧芳到现在长大了、成熟了之后呢，他的戏就越来越精湛了，所以他现在可以走出新加坡。红头巾是以女性群像为创作载体的电视剧，以阿贵和阿秀2位不同命运的女性为主线。阿秀，哎呀，你别出面，站到一边，一切由我应付。阿秀，阿秀，哎呀，不要这样嘛，阿秀，你别吵啊你。阿贵经过努力，成为新加坡第1位女建筑商，功成名就。阿秀却经历了坎坷的人生。这部电视剧融合了新加坡不同年龄层的知名女演员，演出阵容华丽。喝茶。原来是我家的好媳妇介绍来的乡下人。在香港及华人圈红极一时的第1代花旦陈萌，也在此剧隆重登场。早期很可怜的，没有电视剧的时候是整个话剧这样搬上去的嘞，后来才有电视剧，才来分段这样拍。因为新加坡的导演当时少嘛，也没有人去学习，这个不能怪说新加坡不好，香港好，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还没有开始嘛，后来开始以后，现在不是很好嘛，后来他们来了一批以后嘛，更推进了新加坡的这个电视剧。红头巾当年也是很受欢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也有去拍摄，这最好笑的是我有时会客串演出啦，我演其中一个包租婆。那个时候去到广东电视台，其实有一个广东电视台的记者竟然看到红头巾里面我包租婆嘞，
他认得我嘞，你就是《红头巾》里面的包租婆。我讲啊，你有看《红头巾》？他讲他们那边很喜欢这部戏。哎，他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们还不知道啊？ 1986年6月，《红头巾》被引进中国，一经播出，再次创造了新加坡电视剧在中国的收视高峰，深得观众的喜爱，成为值得称颂的经典之作。1986年，本地报章发表了《没有红头巾女工，50年代高楼建不成》的文章，其中提到50年代亚洲大厦算是顶高的了，这座大厦就是由红头巾女工建筑起来的。为了纪念红头巾为新加坡这座花园城市的今天做出的贡献，人们在牛车水立像为敬。回望新加坡影剧的历史，从开山之作电影《新客》，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视剧《雾锁南洋》，再到歌颂女性先辈吃苦耐劳精神的电视剧《红头巾》，都在讲述祖辈们过番南来的故事。也正如台湾歌手陈淑桦为这部剧演唱的主题曲，轻轻的一声祝福，秋风送我上征途。轻轻的一声祝福，秋风送我上征途。回首前尘，望断天涯，故乡在那云深不。小娘惹是新加坡电视剧的一部经典嘛，我自己也很幸运能够参与到这部经典里面。所有人打扮得很美的时候呢，我的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娘惹。你要不是又聋又哑，早早嫁了人。在拍的过程中，我们在讲，哎呀，干嘛这个戏都在哭哭啼啼，都好像粤语残片这样啊？结果拍出来，哇！